大家好，我是丁佳慧 I'm Typing， 也可以叫我 Hana。 我的乐团问题总部拿到了今年金鹰奖最佳节奏蓝调专辑奖，那这次可以参加金口这个很有趣的音乐制作，演唱了木吉他合唱团1985年发行的歌曲叫《散场电影》，我很喜欢，那推荐给大家。首先我觉得歌名很好听，歌名是一个很难取的东西，我取过最奇怪的歌名可能是心脏痛，像散场电影4个字它就有一个他的伤感在吧。我觉得散场的那个感觉就是你还在那个电影里面，所以你走下那个楼梯到可能捷运站旁边，你可能还是会有一种跟现实分离的感觉。我第一个直觉是很像披头士的感觉嘛，一群大男生跟吉他，然后很清爽很好听。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我觉得超好听的。就是虽然是男生写的情歌，可是他这么简单把复杂，而且女生会有感觉，就是对于分手也好啊，就是我有一瞬间再也不在乎了的感觉写得很清楚的。华语音乐就是一个情歌大帝国是比较少有要你进入他的世界，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会改变你的人生，或是我要你进入我的宇宙的那种型的。好，比如说想到 Green Day 有一首歌叫那个 21 Guns， 他可能就会说，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worth fighting for 的东西。五月天就出了为爱而生，然后或者有死了都要爱这种生死，但都是关于爱。华语音乐很多都在讲爱这件事情，擅长用字词间的一种化学变化去表达某种情感核心，而且会有那个回避感在语言里面，可能跟我们个性有关吧，就比较害羞或是内敛。音乐，我们家很常会有音乐的声音，有记忆以来，小时候我爸会开车带我在台北市晃，都会去逛家乐福。我要买玩具啊，或是买零食，不一定会答应，可是他永远都会留一张扣打，说你可以买一张你喜欢的专辑。我选了，他就结账，他也会选一张他的，我们就会兴冲冲的冲去车上把它拆掉，然后就把它放到车子里一起听。他什么都听，所以他可能会买什么格莱美精选啊 Gorillaz 或是摇滚乐，因为他最喜欢电子音乐跟摇滚乐。我们就会在车上边听然后边开往那个敦化成品，对，现在敦南成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那时候配着音乐，然后这样靠在那个车窗上，就会觉得台北市很漂亮。我小时候常常待在我爸工作还是他开的舞厅，我也忘记了，然后我妈是跟她学放歌的哈尔滨姑娘，那我奶奶呢，她整个家族里面都是原住民，大家都很爱唱歌，所以不管煮菜的时候也好啊，在车上啊，在哪里就都会有音乐的声音，好像从 day one 开始就是这样。刚好提到奶奶是原住民嘛，所以她是基督徒，她从小就带我去教会，我们就很常唱诗歌。但后来我跟朋友一起去教会的时候，发现小组的哥哥姐姐都会自弹自唱，然后那些诗歌本来就很好听，我就觉得那我也要会。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学吉他，他就去捡了一把那个古典吉他回来，上网 Google C 怎么按啊，G 怎么按，尝试拼凑出平常唱的诗歌。然后那时候开始也会唱点流行歌，或想要自己写歌可能小6国1吧，我想赶快弹我就可以唱了什么911 Tabs 也好啊，然后什么弹指之间之类的，反正网络上很多东西可以载。不是做自己音乐化，是高中在热音社，然后再来就是误打误撞，因为高中的热音社我们有问题总部这个乐团成立的时候是2016 20岁的时候，我们第一张 EP 发在2019，所以这3年间我们有办一些演出，但因为没有作品发出来嘛，所以其实来看的人就很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但好像没什么未来但是也没想太多，因为毕竟才20岁，所以在我们发第一张 EP 之后，演出开始有人会找我们啊，隔年就发了专辑，之后办了专场，就是sold out的情况，就觉得好像我们这样搞一搞好像有点认真没有想过它可以是工作的感觉，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感谢的吧。我觉得问题总部特别的点就是大家都没想太多就变成说我们好像需要一个团名，我们好像需要一张团照，我们也许需要一个介绍，我们就开始想嘛。所以第一张 EP 封面其实是我做的，然后那时候的唱片的文案也好，歌名啊，然后专辑名称就默默的想完了，你在想说是不是在做重复的事情的时候会比较谨慎一点。音乐就是一件我没有放弃过的事情，
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都会还蛮自在的。只要一上台了，开始唱第一句之后，我就不会再觉得刚刚的焦虑或是什么什么，就是会很远。反正只有那个当下，我可以很专心，然后可以感觉到台下观众的存在啊，可以感觉到台上团员的彼此之间丢接球的那个感觉。我其实是一个很常感觉到孤单的人，但在台上我会觉得我很不孤单欸，就是有听众，然后有我的团员陪我，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舞台上，还有一点是因为你每个表演都在做一种自我的陈述表达，变成说你会主动加被动的去想，比如说我是谁，或是我今天的恐惧是什么，我其实想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做，一直在舞台上摸索自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幸福。我的目标，我觉得是问心无愧吧。就是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在讲华语音乐那一题的时候，就是讲说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宇宙，就是我想要做那种型的表演者。我会觉得如果可以每一次都越来越接近这个状态，那代表那个遗憾或那个犹豫会越来越少。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要怎么表演，就想要每一次都是这个状态。我其实会很想要叫大家比如陪我唱歌啊，或是被我控制也好，就是一个好玩的配合。但有时候我会卡在语言，可能当下都不出一个好的句子，会让我觉得这句话对了，这个感觉对了的时候，我觉得犹豫时间就过了。这是目标的话，就会希望每次都可以很快速的判断，做自己喜欢的表演。首先我最近就在一个瓶颈里面二来就是没有什么克服的办法，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一开始想要写歌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通常是我心情不好，我就会把自己关起来，然后通常抱着我的吉他或者走到钢琴前面弹一弹，有一个声音或一个和弦是跟我现在心情有吻合的话，我就开始唱歌。有些歌就变成大家现在在听的嘛，躲起来，我真的会走躲起来的路线，所以可能也联络不到我啊，我可能会消失好几天。宅矛盾的点又是我很需要人类，其实常常会觉得音乐很难，可是你又想说是不是你自己把它想得太难了，也有可能就这样来来回回就创造出一个一个瓶颈。开始做音乐这8年来，我其实跨过很多很多瓶颈。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不要想太多继续在探索自我，或是你想要一个往前，你想要一个变强，或者任何有让你前进的感觉，你就会一回神就发现你过去了，但就会有新的瓶颈。问题总部最近这张专辑我在这里，那制作人是于嘉伦阿良，我们都在讨论曲目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他很想听我唱中文歌，所以后来我们拿掉了一首歌，再写了一首歌叫你的声音。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好像是时候可以再写回中文的歌词，语言中的那个个性吧。可能国外 R&B 就是说我要你啊，你就是我的欲望啊，什么什么，可能中文用风啊，用草，用某些比喻去讲这样的连结或感情。开始这1年多的写歌之旅，就一直疯狂的挖掘啊。然后我以前是广电系的，所以我也知道写起来好看跟讲或唱起来好听不一样。我常常觉得我很内向，但我朋友都会说你想太多。我一直有一个那种发亮的眼睛，就是会有那种追星 vibe， 看着台上的明星也好，韩星也好，就他们在很 strong 的陈述一个情绪或感情的时候，觉得好厉害，我也想那样讲话。也许就是反映我其实有一点害羞啦，我觉得很好玩欸。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待在录音室一整天的人，所以知道这是一个拍摄兼录音的，我反而会觉得压力大但轻松，因为也会遇到很多拍摄上的难处嘛。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开头我觉得最好的，但是烟机突然出了声音，那就不能用。最后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参与这个 Jinko 到现在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就是不止3场电影，像等待与追逐啊，雨后的小路啊，风中的早晨之类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酷的，可以连接那个年代跟现在的我们的一个 project， 推荐给大家。